剛建好的宮房，我卻令人一把火燒掉，並且燒得越快我就越開心，因為我知道這才是保住這座宮房的唯一辦法。自從皇帝派了特使想要查清北涼宮房賬目的時候，我便清楚他对這日進斗金的宮房起了心思，所以我便一把火將廠房燒了，並把最值錢的機器都轉移到了後山，同時讓工人們換上破衣爛衫，迎接這位特意從京城來的大人物。下官江鼎率北涼宮房全體同仁恭迎王特使。怎麼只有你一個李牧之呢？哦，李将軍军務繁忙，去巡邊了。王特使找他何事？倒也没事，只不過本官奉旨前來查賬，聽說你們這兒日進斗金，怎麼搞成這副德行？日進斗金？特使大人，您這是听哪個杀千刀的造謠啊？您看看這滿城的流民，那是10萬張嘴啊！李將軍把我們的軍糧都拿出來了，這才勉強沒讓人餓死。至於那個宮房，這是宮房，起火了！大人，我本來想讓流民參與勞作，卻沒想到他們沒讀過幾年書，根本不理解我教他們的運作辦法。在前幾天，因為操作不當，就把宮房點了。現在別說賺錢了，褲衩子都快賠光了。少玩這套，帶路！本官要先看賬本，再看庫房。是，大人請。賬本都在這兒了，大人請看，這是上個月買煤的賬，因為大雪封山，煤價漲了10倍，咱們為了不讓流民凍死，那是咬着牙高價買的，這一筆就虧了3000兩。這是給流民治瘟疫的藥錢，黄神医为了救人，把棺材本都貼進去了。王特使越看越心驚，收入一欄只有寥寥幾筆，而支出一欄全是成千上萬兩的巨款，這都是我做的假賬，很明顯他也不信。這怎麼可能？逍遙王不是來過嗎？不是買了你們1萬件暖身甲嗎？錢呢？啊？錢都買了糧食，但這10萬人吃得太快了，那1萬件背心的錢還不夠這10萬人吃半個月的。大人，您是不知道10萬人一天要吃多少嗎？大人，這賬面上確實是虧的，而且虧空巨大。若是朝廷接管這20萬兩的債務，要是把這20萬兩的債務背回去，陛下非砍了我的頭不可。帶我去庫房，我就不信你們一點存貨都沒有。有，庫房裡確實還有一批貨，那是咱們準備抵債的。大人要是想要，全拉走，只要能把債平了，下官給您磕頭都行。我知道王特使不會死心，但我已經做足了萬全準備。1刻鐘後，庫房的大門被打開，裡面堆滿了發霉、腐爛的羊皮，上面長滿了綠毛，甚至還有蛆蟲在爬。這是我叫老黃特意去處理的。王特使只看了一眼，就當場吐了出來。這就是你的存貨？是啊，大人，這就是剛收上來的滿子羊皮，因為沒錢買藥水處理，也沒錢請工人清洗，堆在這兒就壞了。但這好歹也是皮子啊，拉回京城去洗洗還能用，應該能抵個幾百兩銀子吧。什麼日進斗金，什麼聚寶盆，全是假的。這根本就是一個靠着借債和李牧之貼錢維持的爛攤子。不對呀，江參軍，既然工坊經營如此艱難，那你們是怎麼活下來的？本官聽說你們黑龍營的裝備可是精良的很啊。大人，那是我們為了打蠻子跟大楚的商號借的高利貸。大人既然來了，能不能幫我們跟朝廷說說，把這筆高利貸給報銷了？他說的可是真的。大人，他說的這些賬本上確實有記載。大人，您看能否報銷？報銷你個頭！王特使終於忍不住爆了粗口，但他還是不信。離開庫房後，他借口天色已晚，想在北涼營這住一晚上，但卻趁着夜色，打算帶上幾個護衛去周遭秘密探查一番。可沒想到剛出房門，一支利箭正好射在他的腳下，緊接着是一陣雜亂的喊一聲和喊殺聲。有刺客，有響馬，保護大人！救命啊！江參軍，李將軍！把錢交出來！都給，別殺我！我是朝廷命官。片刻後，我帶着大批援軍舉着火把趕到。王特使身上全是尿騷味，緩緩從床底下爬出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這是我讓畢勒格演的一場戲，並不是真的響馬。
江参军，我不查了，我不接管了，我要回京，明天一早，不，现在就送我回京。大人，这不好吧？公坊还没交接呢，那20万两的债。不用交接了，债务你们自己扛，公坊還是你們管。本官回去就奏明陛下，北涼公坊雖然虧損，但在江山君的帶領下，還在苦苦支撐，是為國分憂。大人英明啊！既然大人這麼體恤下情，那下官就斗膽，請大人留下那份全權委託書，順便把這次被響馬搶走的損失算在公坊的爛賬裡。算，都算。第二天一早，天還沒亮，王特使的馬車就逃命似的衝出北涼。我一聲令下，北涼工坊再次重建，後山藏着的機器也被拉了回來。幾萬名流民工人，不到3天就把廠房重新建好，甩開膀子開始幹活。而我正坐在工坊頂樓的總經理辦公室，愜意地看着這一切。參軍，這可是咱們工坊裡最好的料子啊！這麼好的東西，咱們自己兄弟都沒捨得穿，真要賣給京城那幫狗官。瞎子，你覺得這東西值多少錢？怎麼也得50兩銀子吧？50兩，這東西我要賣500兩。500兩，搶錢啊！京城那幫官老爺雖然有錢，但也不是傻子啊。在京城，一件東西值不值錢，不看它好不好用，看它夠不夠貴，夠不夠稀有。咱們這披風以後不叫羊皮袄了，改個名叫北境雪絨。另外，咱們得編個故事，就說這裡面的絨不是普通的鴨絨，而是陰山絕頂上一種叫雪鹫的神鳥的絨毛，它3年才掉一次毛，收集極其困難。你也太能吹了！什麼雪鹫？那不就是後面鴨圈裡那群鴨子身上拔下來的嗎？還是我昨天親自去餵的？大人說話，小孩別插嘴。這故事就這麼編，越玄乎越好。然後咱們只做100件，多了沒有？每一件上面都繡上編號，從天字1號到天字100號，這就是奢侈品。奢侈品。可是參軍，咱們把這麼好的東西賣給他們，讓他們舒舒服服的過冬，這不是資敵嗎？瞎子，你只看到了第一層，這100件就是5萬兩。這5萬兩銀子在京城那些權貴手裡，頂多是多買幾個歌姬，多擺幾桌酒席，但到了咱們手裡，能養活咱們黑龍營整整1年。等有一天咱們帶着黑龍營殺進京城的時候，他們就會發現，砍在他們脖子上的刀就是他們自己花錢買的。這就是那個所謂的經濟制裁嗎？用糖衣包裹着毒藥，讓敵人在享受中慢慢虛弱，而自己則在暗中瘋狂生長。這招太高了，比富漢直接去搶要狠毒1萬倍。學會了嗎，狼崽子？這世上最鋒利的刀不是鐵打的，是銀子鑄的。學會了怎麼花錢，你就學會了怎麼殺人。參軍，我想求您一件事。說。我想進黑龍營，我想跟你學。參軍不可啊，這狼崽子畢竟是蠻子王子，讓他學了本事，將來反噬怎麼辦？好，看見那個正在練飛刀的瘦子了嗎？他叫郎九，是你這一批裡最狠的一個。什麼時候你能在他手底下撐過10招不死，我就讓你進黑龍營。但是現在給我滾回去劈柴，今天的柴火不夠，晚上沒飯吃。參軍，這狼崽子心氣兒太高了，咱們真要養虎為患。他現在頂多算只野貓，想成虎還得再練練。而且如果有一天金帳王庭的新漢王是用咱們大錢的兵法、咱們的武器，甚至咱們的思維去統治草原，那你覺得那片草原還是原來的草原嗎？那將是咱們北涼最忠誠的藩籬。西邊的黑風口出事了，大晉的鐵夫屠越界了。他們有多少人？300重騎，他们在追殺一支商队，說是商隊裡藏了大晉的叛徒。300重騎，難道是鐵浮屠追殺叛徒追到我北涼的地界來了？瞎子，吹集結號，黑龍營全體集合，敢把爪子伸進老子的地盤，老子就給他剁下來燉湯。黑龍營的兄弟們，有人在咱們家門口撒野，是大晉的鐵王八，告訴我怎麼辦？出發去黑風口。風雪中，這支黑色的軍隊如同一條出淵的惡龍，跟着我朝西方席捲而去。而我餘光一瞥，發現在隊伍的末尾，畢勒格手裡握着一把柴刀，偷偷跟了上來。這是一堂關於怎麼殺掉比自己強大10倍的敵人的課，而他已經學會了自我學習。
前面！跑！爷爷快跑啊！跑不掉了！前面的军爷，救命！我是……闭嘴！这就是铁浮屠。大前的边军，本将乃大晋虎威将军赫连铁树，正在追捕朝廷要犯。识相的把路让开，把人交出来，否则连你们一起碾碎。哦，这么装？我们就站在这儿看看你是怎么碾碎我们的。既然找死，那就成全你们！众将士听令，给我冲锋，踏平他们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在平原上，300铁浮屠敢冲3万部族大阵，他只有5万部族，怎么敢呢？以灵巧与速度著称的骑兵，却被套上重達200斤的盔甲，虽然失去了机动性，却造就了冷兵器时代最强骑兵铁浮屠。他们刀槍不入，箭射無痕，只需300鐵騎就能衝爛3萬部族大陣。可當我面對敵軍鐵浮屠的衝鋒時，卻絲毫不慌，因為我知道打敗他們的辦法正是他們身上那厚重的盔甲。踏平他們，殺！300鐵騎同時啟動，一開始很慢，但隨着距離的拉近，速度越來越快，就連整個峽谷都在顫抖。我卻沒想着逃跑，反而叫手下推來幾台簡易彈射器。小的們，告訴這位赫連將軍，什麼叫找死？得令！我一聲令下，幾十個裝滿液體的陶罐被拋射出去，卻沒有一個陶罐砸中那300鐵騎，因為我的目標是他們前方的兵面。就靠這點破爛，還敢在我面前叫囂？給你的破罐子砸中了，又怎麼樣？刺耳的摩擦聲響起，衝在最前面的幾十匹戰馬瞬間失去了平衡，他們想要止步，但厚重盔甲帶來的巨大慣性推着他們往前滑。因為我的陶罐裡裝的是老黃特制的潤滑油，300鐵浮屠瞬間就在這狹窄的傷口擠成了一團廢鐵。這是什麼妖術？妖術？這叫摩擦力。赫連將軍，物理沒學好，這就敢出來混？黑龍營聽令，全體都有。上開貫氣。對於重騎兵來說，刀砍不透，槍扎不進，但這種鑿子只要對準甲縫，一錘子下去。趕緊幹活，這300套重甲可是好東西，把裡面的人掏出來扔了，甲洗乾淨帶回去。咱們黑龍營以後也要組建自己的重騎兵。是。老人家受驚了。你是強盜？強盜？這雙手不是拿刀的，是拿錘子的。赫連鐵樹這隻瘋狗追了他們幾百里，肯定有原因。老人家，如果我沒猜錯，您應該是大晉神機營的大將吧？老朽公叔爺，這是我孫女靈兒。公叔爺撿到寶了，據說公叔家是墨家機關術的傳人，大晉的重弩、工程車，還有這鐵浮屠的鎧甲，都是公叔家設計的。原來是公叔大師，失敬失敬。早就聽說公叔家的大名，今日一見，果然果然風塵僕僕。大師，您看這天寒地凍的，咱們別在這兒站着了，回城。我給您安排最好的上房，請最好的廚子。哦，對了，您懷裡的包要是太沉，我可以幫您拿。不必了，這是老朽的命根子。好好好，您自己拿着。反正人都在手裡，東西還能跑呢。參軍，那300個鐵罐頭真的就這麼完了？怎麼覺得不夠壯烈？覺得沒有那種騎兵對衝的熱血？狼崽子，記住一句話：戰爭的藝術不是看誰死的人多，也不是看誰吼的聲音大，而是看誰能用最小的代價換最大的戰果。這就叫降維打擊。降維打擊。行了，別琢磨了，回去趕緊把柴劈了。今天准許你吃肉，得快點做出新武器了。潑油這法子在冬天還行，一旦到春天冰雪消融，我還真對付不了那大晉的鐵浮屠。赫連鐵樹沒回來，
回大帥，沒回來，黑風口全是屍體，300鐵浮屠無一生還。好，大前那邊是誰領兵？是個叫江鼎的參軍，帶着500個死囚。江鼎，有點意思。看來這北境出人物了，傳令下去收縮防線。那個公輸老頭既然跑了，就讓他跑吧。反正那張神臂弩的图紙是殘缺的，等到春暖花開，本帥親自帶兵去會會這個江鼎。我倒要看看他的那些小聰明，在絕對的力量面前能撐多久。打贏了，打贏了，將軍，從今天起，咱們北涼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臉色了。咱們不僅有錢、有糧、有裝備，咱們還有了最好的工匠，那是我們爭霸天下的底气。不行，还是不行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这是上好的碱鐵，你们就用这種土窯子燒，溫度不夠，雜質排不出去，煉出來的就是一堆脆得跟餅乾一樣的垃圾。老頭，你行你上啊！這已經是咱們這最好的煤了，風箱也被俺拉得冒煙了，還要咋樣？你那是蠻力，煉鐵講究的是火候，是爐溫，不可理喻。朽木不可雕，老夫不伺候了，我要帶孫女走。走，往哪走？公輸大師，您這脾氣可真大，這還沒開始幹活呢，就要撂挑子。江參軍，老夫承認你有點小聰明，能滅了赫連鐵術，但在煉器一道上，你就是個外行。這種破爛工坊，連給大晉神機營提鞋都不配。老夫留在這兒，那是侮辱祖宗的手藝。外行，大師說的對，這爐子確實是個垃圾。我這幾天已經在想法子改進了。大師看看這個，這是我閒着沒事畫的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入得了您的法眼。把廢氣引回來，預熱，這能把爐溫提高至少3成。一旦到了那個溫度，鐵水就會像水一樣稀，雜質自然就……這圖是誰畫的？墨家巨子還是哪位隱士高人？難不成是作者寒門動畫給你的？別猜了，就是我畫的，而且我還有神技呀！水力斷錘，利用黑水河的水流帶動巨大的輪軸，提起幾百斤重的大鐵錘，然後重重砸下。老朽服了，這北涼工坊確實有資格讓老朽留下。這就對了嘛！既然留下了，那咱們就談談那個油布包裡的東西吧。怎麼還藏着掖着？赫連鐵術那只瘋狗追了你幾百里，肯定是要你那裡面的東西吧？說實話，我只是單純的好奇，說不定我還看不上眼呢。哼，看不上眼？這裡面是老夫畢生心血三弓床弩的改進版，只需3人操作，射程可達1200步。是嗎？給我看看，讓你長長見識。反正沒有我，你也做不出來。你幹什麼？這是老朽的心血。大師，時代變了。我們要的不是這種只能守城的死物，我們要的是……哦，這是真理。公輸大師，您懂火藥吧？我們要做的不是把一根鐵棍子射出去，而是把一包炸藥扔到蠻子的頭頂上。只要大致方向對了，轟的一聲，方圓10丈，人馬俱碎。這就是口徑即正義，射程即真理。如果真如他所說，這東西一旦造出來，將會徹底終結重騎兵的時代。可是江參軍，這東西傷天害理啊！大師，您要是覺得這東西太殘忍，可以不造，但我可以告訴你，大晉那邊已經在研究火器了。如果我們不造，將來被炸碎的就是咱們的黑龍營，是咱們虎頭城的百姓。一旦失去了我們的庇護，您和您孫女又該逃到哪裡去？公輸也沉默了，他最終咬了咬牙，加入了我的北涼真理部。半個月後，北涼攻防的後山突然傳來一聲巨響。那是什麼？這就是真理的味道。將軍，以後跟蠻子講道理的時候，記得帶上這個。江鼎，你真的是人嗎？當然是人，只不過
是个比較怕死，所以想把別人都弄死的好人。參軍將軍，不好了，出什麼事了？京城那邊天上人間傳回來的消息。天上人間是我讓地老鼠在京城開的一家花樓，表面上做着風月生意，可實際上卻是我的情報收集所。當瞎子把一封密信遞給我時，我才知道那狗皇帝又搞事了。皇帝下旨了，因為北境無戰事，他要削減鎮北軍的軍饷，而且他把原本屬於咱們的糧草調撥給了西邊的平西軍，說是西邊大金有異動，要優先保障那邊。將軍不必生氣，我們還有大廚。若沒有軍饷，光靠大廚的生意，恐怕也難以維持北涼軍的開銷。就告訴逍遙王，我要跟他做一筆更大的買賣。既然大錢的皇帝不給咱們糧，那咱們就幫大廚把大錢的糧倉給搬空。城裡的官員在愜意地喝着花酒，可守城的士兵卻只能喝桶裡的泔水。這就是末代王朝的真實寫照。鎮北軍為皇帝鎮守邊疆數十年，皇帝卻直接停了他們的軍饷。當聖旨到來的那一刻，眾將領便決定殺上京城。可我卻知道，一旦造反，便正中皇帝下懷。將軍，只要您一句話，咱們就殺進京城。江鼎，你說，皇帝這是什麼意思？還能有什麼意思？他怕咱們擁兵自重，想削咱們兵權唄。他就不怕咱們反了嗎？反？咱們要是反了，他就有借口調動天下兵馬圍剿。咱們要是不反，那就得乖乖把公坊的錢拿出來填軍費的窟窿，直到把咱們吸乾為止。這叫鈍刀子割肉。那怎麼辦？軍中存糧只夠半個月了，10萬大軍加上10萬流民，20萬張嘴，半個月後不用蠻子打，咱們自己就得炸營。半個月足夠了，將軍。既然皇帝不給咱們糧，那咱們就自己去拿。大錢江南的官倉，咱們就去拿這裡的糧。可是江南是大錢的腹地，隔着幾千里，而且朝廷嚴禁糧食北運，咱們怎麼拿？這就得靠咱們的老朋友了。算算日子，那位逍遙王爺的第2批車隊應該快到了吧？江參軍，我的財神爺，你不知道我剛把第1批的1萬件暖身甲運回大楚，一下就賣光了。而且啊，一些貴族為了搶背心，甚至願意出500兩銀子的高價。這次本王可是把家底都搬來了，糧食、鐵礦、布匹，你要什麼有什麼，只要你那個雪絨和暖身甲能足量供應。王爺，這生意怕是做不成了。為什麼？出什麼事了？王爺有所不知，大錢皇帝下旨了，削減了我們的軍饷，還要查封工坊。現在我們連飯都吃不上了，哪有力氣做衣服？我正準備把工坊關了，帶着兄弟們去討飯呢。這小子是在要價呢。不過要是貨物能供應得上，要點價倒也無所謂。江參軍，你就直說吧，缺多少糧？本王這次帶來了5萬擔，夠不夠？不夠，我要50萬石。多少？50萬擔？你當本王是種糧食的嗎？真要給你了，大楚國庫都得空一半，而且路途遙遠，運費就是個天價。王爺，別急着拒絕。嘗嘗。哦，這是酒，好酒。這酒比大楚最好的醉仙釀還要烈上10倍，而且如此清澈，簡直是瓊漿玉液。這叫高純度蒸餾酒，當然也有個更好聽的名字，燒刀子，至尊版。我要賣這酒，50萬擔就50萬擔了，我給。但我不要你們大楚的糧，大楚離這兒太遠，運過來太慢。那你還能要哪裡的糧？我要大錢江南的糧。王爺，您是大楚的親王，手裡握着通關文牒，大錢南方的那些貪官哪個不跟您有生意往來？我要您出面，用銀子去買大錢江南官倉裡的陳糧，就說是大楚遭了災，急需買糧。那些貪官為了中飽私囊，絕對敢賣。然後您用大楚的商船沿着運河一路北上，直接運到咱們交易的渡口。
這可是走私軍糧、杀头的罪。在大钱的地界上，誰敢杀大楚的逍遥王？而且这利润，这一张通行证给你，以后大楚的商队在北境行走，黑龙营护送，免税。这意味着，您将垄断整个北方的贸易网。这有了这2樣，我将成為天下最富有的王。合作愉快。半個月後，在大錢的江南道，無數掛着大楚旗號的商船停靠在碼頭。正如我預期的一樣，那些大錢的糧道官員把庫裡擠壓的米全都低價賣給了大楚，可錢全都進了自己的口袋。而大楚商船並沒有第一時間回楚國，反而調轉船頭，一路北上。沿途的關卡官員看着塞過來的幾錠銀子和幾瓶北涼燒刀子，全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這一幕幕簡直是這腐朽王朝最諷刺的寫照。我以前以為大錢的敵人是蠻子，是大晉，現在我才明白，大錢最大的敵人是他自己，是那些貪婪的蛀蟲。將軍，別替皇帝心疼了，這些糧食留在江南也只會被老鼠吃掉，到了咱們這兒，至少能變成殺敵的力量。看懂了嗎，狼崽子？看懂了，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把一個國家的糧倉搬空，這種仗比殺人更可怕。如果有一天你也用這招對付我們草原呢？比如你高價收購我們的羊毛，讓我們只顧着養羊，不再養馬，不再練兵。等我們離不開你的糧食和茶葉時，你突然斷供。這小子的悟性簡直妖孽，這不就是後世的貿易戰和單一經濟陷阱嗎？好小子，真不愧是我教出來的。你說的對，這確實是我給你準備的最後一張牌。所以你要學這個世界弱肉強食，不僅僅是刀劍的強弱，更是腦子的強弱。我會學的，我會比你更聰明、更狠，然後打敗你。拭目以待。將軍，還有一件正事，公輸大師的真理已經造出來了，咱們得找個地方試試想。你想去哪裡試？聽說大晉邊境有個碎葉城，裡面駐紮着那隻被打殘了的鐵浮屠殘部赫連鐵樹死了，他的副將還在叫囂着要報仇。咱們去送他們一程，順便讓這天下人聽聽咱們北涼的聲音。那個穿白毛皮的就是江鼎，就是他陰死了赫連將軍。回將軍正是此人，號稱黑閻羅將軍。閻羅，我看是神棍吧？500不足就敢來攻我碎葉城，真當我大晉的刀不利？要不要派鐵浮屠出城衝殺？這小子詭計多端，黑風口的教訓不能忘。他在那邊挖坑，可能就是為了預防鐵浮屠衝鋒。咱們糧草充足，只需守着城牆，跟他們耗就行。一旦進入射程範圍，就把他們射成刺蝟。參軍，他們打算當縮頭烏龜呢。縮頭烏龜好啊，我就怕他們跑出來，那就不好瞄準了。面對敵軍城牆上密密麻麻的弓弩手，我不往後撤，反而令士兵在城牆下快速挖坑。因為我知道古代弩箭射程最遠不過300米，但我卻停在了301米的距離。而之所以要在此處挖坑，是因為我要把樹幹插進土裡，但並不是為了修建掩體，而是為了進攻。這些樹幹十分粗大，且全部被掏空了氣，外面箍了整整10道鐵箍，這就成了簡易的迫擊炮。為了防止炸膛，下半截還深深地埋在土裡，夯實了泥土來吸收後坐力。將士可少來！大師，角度調好了嗎？調好了，但這能行嗎？這麼大一包火藥，要是扔不出去，咱們自己可就上天了。放心，物理學不會騙人。準備。那是什麼？投石車？沒看見槓桿啊！弩箭哪有這麼胖的弩箭？第一個炸藥包終於到場，那些身穿重甲的大晉士兵連慘叫，就被氣浪掀飛了，就連堅固的石質城牆也被震碎。但沒等他們反應過來，剩下9個炸藥包也到，碎葉城的城瞬間被火海和硝煙吞沒。這就是真理，
這還是人打仗吗？這是神罚。那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神，狼崽子！记住这种感觉，在这种力量面前，什么骑射，什么无用，都是笑话。硝烟散去，原本城墙上密密麻麻的守军，此刻已经倒在地上，只用了半个小时，这座号称固若金汤的碎叶城便易主。可我进城时却发现，拓跋宏竟然没死。妖术，真惨！拓跋将军，醒醒，别念叨妖术了。回去告诉你们大帅宇文成都，就说这玩意儿叫北凉1号。参军要我杀了他吗？放了吧。啊，不杀。杀了他谁去报信？我要讓這恐懼像瘟疫一樣在大晉的軍營裡傳開，讓他們知道時代變了。你是說10個木頭幾聲巨響，城牆就塌了，人就死光了？大帥，那是雷公，他們能召喚雷公。妖言惑眾，拖出去斬了！如果那東西能輕易轟碎城牆，那大晉引以為傲的防線，在北涼面前豈不是成了擺設？江鼎，看來本帥得提前動手了，此子不除，必成大患。傳令集結三軍，讓神機營把所有的攻城器械都拉出來。等開春雪化，本帥要踏平虎頭城，我要看看到底是他的妖術厲害，還是我大晉的100萬雄師厲害。自這事以後，無論是蠻子亦或是大晉，都不敢再來騷擾北涼，但我卻總有一股不祥的預感。所以上元節剛過，虎頭城裡的年味還沒散盡，空氣裡便多了一股子燥熱的火藥味。那是我令公叔也在不斷地改造真理大炮。正當一切都在以好的方向發展時，老黃卻像個幽靈一樣從陰影裡鑽了出來。他沒有說話，只是衝着我比了個隱晦的手勢。這是黑龍營特有的暗號，看來家裡進老鼠了。皇子殿下。誰？奴才也是草原的孩子，如今潛伏在大晉那邊做事，今日特來救殿下回王庭。救我？你是大晉的人還是傅漢的人？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。宇文大帥知道殿下在此受辱，特意派小人來聯絡，只要殿下肯配合，大晉願助殿下脫困，甚至助殿下奪取漢位。大晉會這麼好心？你們是被那個黑閻羅打怕了吧？想利用我搞亂虎頭城？這小孩才8歲，怎麼這麼難纏？殿下聰明，我就明說了，北涼工坊的火藥庫就在後山，只要殿下能把這個扔進去，趁着大亂我就能帶殿下走。這只是一筆交易，而且是您想要的交易，毀了江鼎的根基，報了您的仇，還能回家。殿下，您還在猶豫什麼？難道您真的甘心給那個男人當一輩子的奴隸？他說的對，江鼎燒了我家的牧場，殺了我家的牛羊，還讓我在這兒餵馬劈柴，受盡屈辱。只要我按照他的做，這一切就結束了。而且我也能靠別人打敗江鼎，兵不厭詐，這全是江鼎自己教我的。今晚子時，我會動手，你在哪接應我？就在後山的排污口那裡，守備最鬆。一言為定。只要這東西扔進去，那驚天動地的爆炸聲就會響起，那個江鼎就會灰飛煙滅。只要這東西扔進去，那驚天動地的爆炸聲就會響起，那個江鼎就會灰飛煙滅。殿下得手了嗎？得手了，但我沒扔。為什麼？現在不扔更待何時？因為我覺得這筆買賣不划算，你只是個小卒子，就算我燒了火藥庫，你也未必能帶我活着出去。而且我現在覺得留在北涼比回草原更有意思。你瘋了？你不想當漢王了？想，做夢都想，但我想當的是那種能把大晉和大錢都踩在腳下的漢王，而不是大晉手裡的一條狗。你這種蠢貨不配跟我談交易。找死的小崽子！精彩！
狼崽子，刚才那一刀扎的不错，就是力道小了点儿，要是再往上2寸，就能扎断他的大动脉。你早就知道了。废话，这工坊里连只公老鼠我都認識，突然多了一只外來的，我能不知道？我就是想看看你會怎麼選，為什麼不扔？扔了那個瓶子，我就算不死也得脫層皮。因為你教過我，你說過這世上最鋒利的刀是銀子，是腦子。這個蠢貨只想利用我，他給不了我想要的價碼。而你雖然是個混蛋，但你教給我的東西能讓我變強。我要留下來，把你的本事都學光，然後再把你殺了。好，小子，你這學費交夠了。從今天起，你不用餵馬了，去黑龍營報到。是，參軍。第二天，在虎頭城的教場上，多了一個只有8歲的新兵。他穿着最小號的锁子甲，背着一把比他還高的弩，在泥地裡摸爬滾打。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，直到春寒料峭，積雪初融，我的真理大炮已經量產完成。可與此同時，在京城的天上人間，地老鼠通過飛鴿傳書，給我帶來了一則噩耗。信上寫了什麼？將軍，您自己看。兵部密令，着令大進細作，將北涼防衛圖及黑水河防線空虛之實情泄露於宇文成都，許以平西關通商之力，又大進出兵圍剿李牧之。怎麼了？狼崽子，你不是一直問我什麼是政治嗎？今天我教你最後一課。所謂政治，就是當你為了保護一群羊而在前面跟狼拼命的時候，那群羊在後面商量着把你賣給狼，好換幾天安穩日子。那還保護他們幹什麼？將軍，您的意思是？傳令，全軍集結，一級戰備。大晉的50萬大軍來了，而且是帶着咱們大前兵部送的地圖來的。這一仗，咱們沒有援軍，沒有退路。但若是能打贏，咱們就不再是鎮北軍了，咱們是北涼軍。孫大人，您還在猶豫什麼？5萬兩，這只是定金。只要北涼的防衛圖到了宇文大帥手裡，剩下的10萬兩立刻奉上。這不是錢的事。李牧之畢竟是朝廷大將，若是被查出來，查？誰查？嚴閣老想讓李牧之死，因為李牧之不聽話；陛下想讓李牧之死，因為李牧之功高震主。您把圖紙給我們，是在幫陛下分憂啊！借我們的刀，殺陛下想殺又不敢殺的人，這叫忠君體國。忠君體國？是啊，李牧之威脅皇權，還擋了大家發財的路。北境的軍費每年是個無底洞，若是他死了，這筆錢不就省下來了嗎？圖紙給你。將軍，天上人間已經查明是兵部尚書孫之丟泄露的圖紙，手上這張圖紙是泄密版防衛圖副本。孫知縣賣出去的圖上重點標了2個死穴。這老賊直接把我們北涼的底扒出來了。這2處死穴，一處是黑水河防線，冰層都融化了，在這只要鋪設浮橋，大軍就能長驅直入；另一處是虎頭城的東門，那裡的城牆年久失修，且地基鬆軟，不適合架設重弩。將軍，這對我們來說是好事兒。好事？要是沒有這張圖，宇文成都那隻老狐狸肯定會穩紮穩打，那是咱們最不想看到的，咱們耗不起。但現在有了這張圖，他就會覺得握住了勝利的鑰匙，放心大膽的來進攻。你想搞伏擊？對，宇文成都不是喜歡重騎兵嗎？黑水河岸邊是一片開闊地，最適合重騎兵衝鋒。如果他知道那裡只有3000老弱，他一定會讓鐵浮土打頭陣，撕開缺口。我們要在那片開闊地下面給他埋點土特產。你是要用真理大炮？這次換個新的，地雷。可是如果他們不走黑水河，而是攻東門呢？那更好。大晉的軍隊習慣了野戰衝殺，進了城就是瞎子。咱們就跟他們玩捉迷藏，玩下毒，玩陷阱，把那片空地变成绞肉機。好，就按你的想法來，将計就計，給宇文成都留這扇門，我看他敢不敢進。兄弟們，朝廷沒錢了，
我们的军饷發不出來了，兄弟們，朝廷沒錢了，我們的軍饷發不出來了。但是北涼有錢，江參軍說了，朝廷不養咱們，北涼養，皇帝不給咱們飯吃，咱們自己掙。從今天起，你們不再是大錢的兵，你們是北涼的兵。我李牧之把話放在這兒，只要北涼的大旗不倒，我就絕不會讓任何一個兄弟餓死，哪怕是去搶，我也要帶你們搶出一條活路來。這才像樣嘛！如果我也能有這樣一支軍隊，會有機會的。不過在這之前，你得先學會怎麼當好一個誘餌。誘餌？對，我要你寫一封信。什麼信？宇文成都這次來，除了要滅李牧之，還打着替天行道、解救金帳王子的旗號。畢竟他跟你們蠻族也是有勾結的，所以你得寫一封求救信，就說你被我們虐待，快死了。但你偷聽到了情報，說虎頭城內亂，李牧之和江鼎因為分贓不均火並，防守空虛。為什麼要這樣寫？我這是怕宇文成都不來呢，再給他點勇氣。大帥已經核對過了，確實是畢勒格王子的親筆。鬧翻了，呵呵。孫之托的圖顯示東門和黑水河是弱點，畢勒格的血書說內部空虛，將帥不和，兩相印證。傳令三軍開拔，神機營帶上所有的攻城重器，鐵浮屠為前鋒。本帥要在3月3龍抬頭的那一天，在虎頭城的城樓上喝酒，告訴將士們，破城之後3日不封刀，虎頭城的金銀女人全是他們的。3月3龍抬頭，按照大前的習俗，這一天是萬物復甦的日子，老百姓要剃龍頭，吃春餅，祈求一年風調雨順。但今年的虎頭城沒有春餅，只有漫天的殺氣，城中百姓都撤離了，城內空無一人。而在城頭上，我和李牧之正坐在椅子上溫酒，並把城門打開，準備迎接遠道而來的貴客。來了。空城計，按照畢勒格的血書和孫之梯的情報，虎頭城現在應該是一片混亂，兩派火並才對，怎麼會這麼安靜？大帥，會不會有詐？詐！這就是那個江鼎裝神弄鬼，敢玩空城計。我身後50萬大軍，就算有陷阱，我也能把他填平了。傳令前鋒營鐵浮屠分出3000騎，給我衝進去。江鼎真的不用關門？關什麼門？他們進來後一個也活不了，而且我還要讓他們自己把自己燒死，這能行嗎？換做正常人可能不行，但宇文成都的部隊今天老自信了。將軍，您就瞧好了吧。人呢？杂种，侮辱我！他們在那稻草裡面，給我殺！下馬布陣，他們藏在地道裡，把他們熏出來。千夫長一聲令下，眾士兵馬上撿起附近的乾草，往地洞裡扔，接着馬上點燃乾草。但卻在點燃的瞬間，地面忽然響起了滋滋聲，那是我提前令人埋在土地下的引信被點燃了。火焰由引線傳導，接到四周的易燃物瞬間燃燒。火？怎麼有火？快撤！完了！我知道鐵浮屠全身盔甲，根本不能硬抗，但若是用火，他們那厚厚的鐵甲瞬間就會變成烙鐵，裡面的士兵就像是被扔進了烤箱裡的螃蟹，想脫甲都來不及。3000鐵浮屠在幾分鐘後全就變成了烤肉。混賬！混賬！這是什麼戰法？只會放火，這就是大前的軍隊，這分明是一群無賴。大帥，還要攻嗎？前鋒營好像全軍覆沒了。攻！傳令神機營把工程車推上來，把投石機架起來，我要把這座破城給轟平了。他們竟然帶了這麼多投石車，江鼎，你……將軍，不跑等什麼？等被石頭砸呀！你小子等等我。
沒法繼續縮在城內了。我之前令軍隊在附近埋伏，現在就讓他們出來，跟宇文成都決一死戰。別，咱們這麼點人馬，怎麼敢跟50萬大軍打啊？那你有更好的辦法？将軍，別忘了，咱們還有真理大炮呢。大炮，你放哪兒了？都在這兒呢。大師，那些真理都埋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參軍，就在城牆外300步的那片開闊地下。為了埋這30門炮，老夫帶着徒弟可是挖了整整3天3夜。點火！破城就在今日，兄弟們，衝上去！只要攻城塔靠上城牆，虎头城就是咱們的了。金银財寶、女人都在裡面等着咱們。有鬼啊！地裂了，地裂了！那是什么？大帅，妖术，真的是妖术啊！闭嘴！这绝对不是妖术，是江鼎。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硝烟慢慢散去，下面那片狼藉的戰場上早已空無一人。宇文成都早已嚇破了膽，帶着剩下的軍隊離去。此戰大捷，可我站在城牆上，卻是一陣惋惜。真貴啊！這一炸把咱們庫存的火藥和廢鐵全用光了，那可是整整5萬兩銀子啊！5萬兩換大晉1萬精銳，加上他們的膽氣，這生意咱們賺了。是賺了，但又沒錢了，都愣着幹什麼？沒看見那一地的鐵甲和兵器嗎？那可都是錢。等火滅了，給老子下去撿。誰要是敢私藏一塊鐵片，老子剁了他的手。是。將軍，這一炸之後，宇文成都至少半個月不敢動彈了。他會被這種未知的恐懼折磨得睡不着覺，他會懷疑每一塊土地下面都埋着雷。咱們的時間爭取到了，接下來咱們該跟朝廷好好算算那筆軍饷的賬了。閣老，趙無極被停職查辦後，一直在家裡裝病，但他手底下的那些乾兒子乾孫子們沒閒着，正在四處活動，想給那個閹狗翻案。他翻不了了。昨晚老夫的人在趙無極的別院枯井裡挖出了10萬兩白銀。啊，真的挖出來了？老夫說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。至於那銀子是不是趙無極貪的，反正現在是在他家裡挖出來的。而且北邊剛剛傳來消息，大晉50萬大軍圍攻虎頭城，結果敗了。敗了？李牧之贏了？不僅贏了，而且是大勝。據說用了一種從地底下鑽出來的妖雷，把宇文成都的前鋒給炸沒了。不過話說回來，李牧之贏了，說明他還沒反，或者說他還沒打算現在反。這對我們是個機會。呵呵，沒錯，既然李牧之沒反，那趙無極那個通敵賣國的罪名就坐實了。太絕了，利用李牧之的勝仗來反正趙無極的罪名，這樣一來，閣老不僅扳倒了政敵，還順便拉攏了遠在天邊的李牧之。閣老英明。被叫，老夫要進宮面聖，送咱們那位趙公公上路了。混賬東西！事實果然是這樣，朕信任他，讓他去北境監軍。他倒好，不僅貪污受賄，還敢私通敵國，把朕的江山當成他的買賣了。陛下息怒，幸虧李將軍忠勇，不為奸人所惑，死守孤城，這才沒讓大晉的陰謀得逞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啊！傳旨，趙無極通敵賣國，證據確鑿，着即凌遲處死，夷3族，其黨羽全部下獄，由刑部嚴查。至於李牧之雖然沒反，但那能把大晉50萬大軍炸回去的妖雷，若是有一天他用在我身上，李愛卿受委屈了，傳旨恢復李牧之鎮北將軍之職，
上双凤。令，朕听说李将軍至今未婚，膝下无子。朕有一妹長樂公主，溫婉賢淑，正值妙齡，着令禮部擬旨，將長樂公主下嫁李牧之，命李牧之即日回京完婚。赐婚，這是恩寵嗎？陛下分明是想把李牧之騙回京城啊！將軍，恭喜啊！這下終於擺脫單身了。這並不好笑。不過，咱們這位皇帝陛下還真是會做生意，不想給錢，不想給糧，就想送個女人過來，把你這個人連同整個北涼都給收了。長樂公主我見過，是個可憐人。將軍，現在不是可憐不可憐的問題，這是個局，你若不去，就是抗旨，就是造反。你若去了，到了京城，沒了這10萬大軍，你就是案板上的肉。那你說，去還是不去？去啊，白得個老婆幹嘛不去？這可是大錢的公主啊，那是金枝玉葉，要是能把她娶回來當壓寨夫人，哦不，當將軍夫人，那咱們北涼的腰桿子得多硬。好，那就去。哦，將軍這麼着急啊？江鼎，別拿我打趣了。我只是想問問那位陛下，他賣我國門的時候，心裡到底有沒有虧？這次去京城，我並沒有帶太多人馬，而是把800名黑龍營士兵全都帶上。入京城有個規定，不能帶任何甲胄武器，可我卻讓他們全副武裝。果然，在到達京城城門口時，就被一隊人馬攔住了。站住！來者可是鎮北軍。正是，這位大人有何貴幹？是要請我們吃飯嗎？放肆！本官乃禮部侍郎錢謙益，奉旨在此迎接李將軍。你們這群丘巴見了本官，為何不下馬？還有，京城重地，不得攜帶重兵刃。按照大前律例，外臣進京需卸甲解刀，從側門而入。你們帶着這麼多兵器，穿着這身裝扮，是想造反嗎？這位錢大人是吧？你想幹什麼？錢大人，您剛才說讓我們卸甲，這是規矩。錢大人，您搞錯了一件事，我們不是來求飯吃的叫花子，我們是鎮北軍，我們是帶着刀來的。他們身上這些甲是大晉鐵浮屠的甲，是我們鎮北軍的榮耀。他們沒有穿這身甲，萬一蠻子又或是大晉搞突然襲擊，誰來保護你們這些只會風花雪月的文人？是，江大人，這都是誤會。來人，放江大人他們進去，把城門口的石墩子搬走。就不勞煩錢大人了，我們自己來。啞巴，去給錢大人表演個絕活。那石墩可是有1000斤重啊！他单手開拔進城。真肥啊！参军，咱们去哪兒？驛館在東邊。去什麼驛館？走，我帶你們去天上人間地老鼠那邊，早就把台子搭好了。咱們得去給咱們的北涼特產站台。那李將軍呢？他得去兵部交令啊。讓將軍自己去，那是家事；咱們是去賺錢，那是國事，兩不耽誤。您可算来了，我想死您了。这就是你搞的天上人间，不錯嘛，有點銷金窟的意思了。那是現在京城的達官貴人一天不來我這兒消費，渾身都難受。參軍，頂樓的帝王包廂一直給您留着呢。不急，
先把這800個兄弟安頓好，把那什么最大的那個澡堂子給我清場，讓他們好好洗個澡，去晦氣。水要熱，飯要飽，技師、按摩師傅要手藝好的。得嘞，您就瞧好吧。将軍，到站了，下來透透氣。這就是你的據點，烏煙瘴氣。將軍，這叫紅塵，水至清則無魚。只有在這種烏煙瘴氣的地方，才能聽到最真的實話，見到最真的鬼。走吧，咱們上樓，有人在等咱們。江參軍、李將軍，別來無恙。喲，蘇管家，看來嚴閣老對你不錯啊。這身料子是江南織造局的雲錦吧？托參軍的福。若不是參軍的那本賬冊，在下現在恐怕已經是個死人了。不客氣，互利互惠嘛。對了，嚴閣老讓你來，有什麼指教？閣老讓我給李將軍帶句話：趙無極雖然倒了，但阉黨百足之蟲死而不僵。而且，陛下對將軍的猜忌並沒有因為那場勝仗而減少，反而更深了。閣老說這次賜婚是陛下設的局。長樂公主雖然受寵，但她母親是前朝罪妃，陛下把她嫁給你，既是拉攏，也是監視，更是羞辱。羞辱？沒錯，禮部已經在準備大婚的儀程了。他們安排將軍在大婚之日要行倒插門之禮，要從偏門入公主府，還要給皇室宗親下跪敬茶。咱們這位皇帝陛下心眼怎麼比甄別兒還小？這是想給咱們下馬威？將軍，這婚咱們還結嗎？為什麼不結？既然是皇帝賜婚，那就要結得風風光光，結得驚天動地。蘇管家，回去告訴嚴閣老，他的好意我心領了。大婚那天，我會讓全京城的人知道，到底是誰在羞辱誰。既如此，在下告辭。等等，這是我在天上人間舉辦的北涼珍寶拍賣會的請柬，3天後舉行，請嚴閣老賞光。這就是我來京城的另一個目的。在3天後，拍賣會在天上人間舉行。我帶來的那些東西轟動了整個京城，因為那都是這個時代所沒有的。僅僅一瓶劣質香水就賣出了300兩的天價。到了晚上，我面前的桌子上就堆着整整30萬兩銀票。參軍，我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錢。這才哪到哪，給，這次做的不錯。參軍，那接下來呢？接下來咱們該準備喝喜酒了。別動別動！我說將軍，您這身板太硬了，這喜服是綢緞的，不是鐵甲。您輕點折騰，別給撐裂了。這衣服是不是太豔了？豔，這就對了，穿紅點喜慶。再說了，待會兒咱們還要去打仗呢，穿紅的吉利。打仗？你是說？哎，不是動刀子的仗，是動嘴皮子的仗。我收到風聲，禮部尚書那個老酸儒給你準備了一道下馬威。按照大前祖制，上公主是入贅皇家，駙馬進公主府，不能走正門，得走西側門。欺人太甚！我在書上看過，駙馬雖然是臣，但也是夫。夫為妻綱，讓丈夫鑽狗洞去見妻子，這是把將軍的臉面往泥裡踩死。學得挺快，但這不僅是踩臉，這是在馴獸。皇帝想告訴天下人，哪怕是威震北涼的李牧之到了皇家門口，也得乖乖低頭當狗。走吧，我是去娶妻，不是去爭強鬥狠。只要能把人娶回来，走哪個門不重要。將軍，您可以不在乎，但北涼那10萬兄弟在乎。如果您今天彎了腰，那我們在北境流的血就成了笑話。您放心，這開門的事交給我。吉時已到，公主府所在的整條街都被紅裝鋪滿了，圍觀的百姓人山人海，都想沾沾這皇家的喜氣。而在公主府的大門前，氣氛卻有些詭異。那扇朱紅色的中門緊緊閉着，只有旁邊的一扇僅容一人通過的西側門開着。我們的迎親隊伍一出現，就看見錢謙益不懷好意地迎了上來。吉時已到，請駙馬爺下轎，行，卻山禮，由西側門入府，跪謝皇恩。錢大人，您是不是老眼昏花，看錯門了？這麼大個正門，您不讓我們走，非讓我們擠那個耗子洞。我們將軍身板寬，怕卡在裡面出不來啊。這是祖制，上公主乃是入贅，
駙馬即是臣，臣入軍門，豈可走中道？這西側門乃是謙恭門，意在告誡駙馬要恪守臣節。我們若不走呢？這是規矩，是皇命。江鼎，你若敢抗命，便是对公主不敬，对陛下不敬。不敬？既然钱大人不開門，那我就只能自己想辦法了。啞巴，告訴錢大人，咱們北涼人遇到關着的門，一般是怎麼做的？放肆！我定要禀報陛下，治你們的罪。治罪？這800個士兵穿的甲，每一件都沾着蠻子和大晉人的血。想必大家也知道，我們镇北軍剛趕走了蠻子和大晉，這都是我們用命換來的。也就是說，這些甲代表着咱們大錢的榮耀與戰功。請問錢大人，大錢的榮耀、大錢的戰功也要走狗洞嗎？是啊，人家可是打了勝仗的大英雄。讓英雄鑽狗洞，這不合適吧？你要是嫌命長，可以繼續，不過晚上睡覺可得小心點。起轎。我原本以为自己要嫁的是一個粗魯的武夫，一個為了權勢向皇兄低頭的軟蛋，沒想到竟是我猜錯了。那個騎馬的人是誰？回公主，那是李牧之手下的狗頭軍師，叫江鼎，是個出了名的無賴。無賴嗎？真有意思。公主，天色不早了，你是金枝玉葉，我是邊關粗人。這樁婚事是陛下硬塞給我們的。我知道你心裡委屈，你放心，今晚我睡地上，不會碰你。將軍是在嫌棄我，還是在怕我？怕你。怕我是皇兄派來的眼線，怕我這枕邊人半夜拿刀割了你的喉嚨。將軍，既然進了這道門，有些話咱們還是敞開了說比較好。將軍，請飲此杯。這酒裡有東西。有醉先散，皇兄給我的，說是能讓將軍睡個好覺，一覺睡到天牢裡。那你還讓我喝？我只是想告訴將軍，這酒裡有什麼。我是趙家的女兒，但我也是李家的媳婦兒。皇兄做的一切事情我都知道，他想利用我，但他忘了一件事：女人出嫁從夫。如果我的丈夫死了，我這個前朝最妃生的女兒在宮裡只會死得更慘。所以李牧之，你想造反也好，想割據也罷，只要你能活着，只要你能護住我，我就是你的人。哪怕你要殺進皇宮，我也給你磨刀。你為什麼告訴我這些？因為我想活。將軍，外面的那些刀斧手已經被你那個叫江鼎的參軍給盯上了吧？今晚這公主府裡怕是要見血，我不想看，也不敢看，所以咱們歇着吧。外面的事交給外面的人去辦。感覺到了嗎？他在跳。感覺到了嗎？他在跳。從今天起，我這條命就拴在你的馬鞍上了。你勝，他跳；你敗，他停。你先睡吧，今晚沒人能進這間屋子。參軍來了。誰？我是你祖宗。大喜的日子，你們不睡覺，跑到這兒來聽牆根，怎麼想學洞房啊？殺了他！脾氣真暴躁。什麼？动手，但別弄出聲。
将軍在裡面辦事呢。下軟了，唯你們是問。有埋伏！撤！快撤！撤！快撤！想跑？今晚这公主府只进不出。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。不一会，后花園裡橫七豎八的躺滿了屍體。我走到一具屍體前，搜着身，果然搜出一塊金牌。果然是皇帝的人。瞎子，把这塊牌子，還有這500顆人頭裝車。裝車？送哪兒去？送皇宮。明天一早，我要讓他們出現在午門外。我要告訴咱們那位皇帝陛下，這份回禮我們北涼收下了，但下次再送，記得送點值錢的。這些爛肉，我們家的狗都不吃。次日清晨，當第一縷陽光照進公主府時，後花園裡已經恢復了寧靜。李牧之推開房門，當看見那輛已經裝滿貨物並駛向皇宮的大車時，就明白了一切。早啊，將軍，昨晚睡得可好？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就是有點餓。江參軍，早膳已經備好了。本宮，哦不，我親自下廚做的。多謝嫂子。加安了，後路穩了，也該回去了。那咱們得快些走，昨晚的事，皇兄一定會追究的。放心吧，他不敢追究的。我在那群刺客身上搜到了令牌，這事若是傳出去，天下人該怎麼看這個皇帝？不過這破地方我早就不想待了，但走之前還得去見一個人。見誰？嚴閣老。來了，坐。這是今年的雨前龍井。淡了點兒，不如咱們北涼的燒刀子有勁。呵呵，昨晚的事老夫聽說了，陛下今早連早朝都沒上，說是頭風犯了。那是陛下龍體欠安，跟我們有什麼關係？閣老今天找我們來，不會就是為了請我們喝茶吧？這是兵部和戶部聯合簽發的通關令。有了這塊牌子，你們回北涼的路上，沿途關卡不會阻攔，哪怕你們帶着那1000車違禁品，也沒人敢查。閣老這是何意？您不是一直視我為眼中釘嗎？那是以前牧之啊。老夫雖然是個奸臣，但我也是大前的臣子。這大前的江山已經爛到根子裡了。趙無極雖然死了，但還有無數個趙無極。陛下也不是當年的陛下了。老夫此舉不是為了幫你們，而是為了給大前留條後路。如果有一天京城真的守不住了，老夫希望你們北涼的鐵騎還能記得回家的路。哎，咱們北涼現在是生意人，以後若是京城有難，您可以去天上人間下單，只要價錢合適，咱們黑龍營隨時可以提供有償救援服務。好一個生意人，你這小子比牧之有意思多了。我哪能不知道嚴嵩的意思，也知道李牧之的沉默，索性替他表明北涼的立場。告別了嚴嵩後，車隊準備返程，可那些負責押運貨物的黑龍營士兵卻吵了起來，因為趙樂變賣了所有家當，換成了許多細鹽和藥材，再加上我又買了不少糧食，導致原本準備的大車不夠用了。老夫的神臂弩怕潮，得睡這輛有棚子的車。老子這車裝的是給參軍釀酒用的葡萄乾，壓壞了你賠得起嗎？都閉嘴！你的神臂弩怕潮，那就把車挪到隊伍中間，那裡風小，但是你的車軸承重不夠，卸下一半弩機，放到後面運煤的車上去。葡萄乾不怕壓，怕熱，你的車去隊尾，那是下風口，涼快。還有那邊的工匠，別像趕鴨子一樣亂跑。10人一組，每組負責照看3輛車，誰的車輪子陷進泥裡了，全組沒飯吃。現在按我說的做，半個時辰後，我要看到車隊排成一字長蛇，糧草在內，鐵器在外。做不到的，今晚負責給全營洗襪子。將軍，看見沒？有個女人管着，這幫野狗才像個人樣。將軍，你也別閒着，晚上給嫂子打盆洗腳水去，這叫夫道。虎頭城的春天來得比京城晚了1個月。當車隊到達城門口時，那漫天的煤灰與一股臭味撲面而來。剛下馬車的趙樂被嗆得直咳嗽，他用袖帕捂着鼻子，
震驚地看着眼前這座城市。這哪裡是城？這分明就是一個巨大的、冒着黑煙的大工地。這就是北凉。嘿嘿，嫂子，条件是艰苦了点，但这味儿那是钱的味儿啊！您看那边的烟囱冒的不是烟，那是银子。乐儿，驿馆已经收拾出来了，虽然简陋，但還算乾淨。樂兒，驿館已經收拾出來了，雖然簡陋，但還算乾淨。不去驿館，直接去庫房，還有賬房。江參軍，既然你把後勤交給了我，那我就得先摸摸家底。我想看看你這所謂的日進斗金到底是怎麼個進法。我靠，那賬本那是出了名的爛賬，全是等待，也許差不多。那個嫂子剛回來，不用這麼急吧？要不先吃口熱飯？查完再吃，帶路。這就是你們的賬。2月15，情報科領銀300兩，用途喝酒聽曲。瞎子，你是去打探情報，還是去逛窑子？這300兩，你能給我列出個明細來嗎？那打探消息不得請人喝酒嗎？這哪有明細呀？沒有明細，以後1文錢都別想領。參軍，這就是你管的家，你這分明就是敗家，這也就是現在進項多，掩蓋了窟窿。要是哪天生意不好了，就憑你們這種花錢法，北涼撐不過3個月就得破產。那個嫂子教訓的是。聽着趙樂生氣的話語，我知道今後的好日子到頭了，但我卻沒有半點不開心。將軍真的是撿到寶了。以前我只懂大方向的經濟戰，懂技術，但對於這種精細化的財務管理，我確實是個大漏勺。以前是沒辦法，只能粗放經營，現在看來，筆墨伺候，從今天起立規矩。至於參軍你你的小金庫充公，以後凡是超過1000兩的支出，必須有我和將軍的雙重簽字。不要啊，嫂子，那是我的私房錢，我要留着娶媳婦的。等你娶媳婦的時候，我會給你包個大紅包。現在那是北涼的軍費，充公。笑什麼笑？你也跑不了。以後每天去給夫人磨墨，學會了算賬再回來。這一夜，北涼攻方的燈火通明，在趙樂的指揮下，雖然大家叫苦連天，但每個人都驚訝地發現，原本混亂不堪的攻防，竟然開始變得井井有條，物資不再莫名其妙的消失，幹活的效率提高了不少。趙樂整日都待在帥帳內指揮，在幾天後，他又給鎮北軍帶來了一個驚喜。這是我整理出來的必購清單。咱們現在雖然有錢，但缺的東西還很多。特別是鹽和鐵，雖然從逍遙王那裡買了一些，但那是杯水車薪。我算過了，如果要支撐10萬大軍和10萬流民，咱們還得再開闢一條商路。商路？南邊有大楚，已經通了，還缺哪？西域那裡盛產鐵礦、棉花，還有馬匹，而且他們不歸大錢管，也不聽大進的。只要咱們有東西跟他們換，那邊的商路就是暢通的。可是西邊有大晉擋着，那就繞過去。嫂子說的對，西域這塊肥肉咱們必須吃下來。而且我聽探子說，大晉在西邊的礦山裡挖出了這個，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，但我知道。這是什麼？硝石。咱們現在的火藥威力不夠，就是因為缺這個。可笑那大晉竟然把這麼好的東西當廢石扔了。如果咱們能把西邊的商路打通，把這硝石運回來。好，這件事讓誰去？讓瞎子去吧。再帶上畢勒格。畢勒格他還是個孩子，他是草原的人，懂馬，也懂怎麼跟那些蠻不講理的西域人打交道。讓他去歷練歷練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。而這次西行就是他的成年禮。第二天一早，一支只有50人的小型駝隊悄無聲息地離開了虎頭城。瞎子帶着畢勒格前往西方的黃沙之地。我原本以為這是項極為簡單的任務，但沒想到1個月後的清晨，就看到一名斥候滿身泥濘地衝了進來。參軍、將軍、瞎子他們回來了。回來了？這麼快？不是全回来了，只有瞎子1個人回來了，而且受了重傷，現在就在医館，老黃正在搶救。什麼？
怎么样？命保住了，但这口气能不能缓过来，得看今晚。水，参军，东西带回来了。是硝石，纯度极高的硝石。这就是你要的火药引子，西域遍地都是。发生了什么？逼了格呢？剩下的49个兄弟呢？被扣下了。我们在紫砂海的边缘碰上了楼兰国的军队，他们想黑吃黑，死了。没，毕勒格，那小狼崽子长大了。他带着剩下的人推进了一座废弃的古城。他让我带着这包东西先回来报信。他说他是金帐王子。楼兰人不敢杀他，只能拿他当筹码。将军，江鼎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现在需要冷静。一旦我们派兵去攻打楼兰，那北凉就有可能被大晋趁虚而入，到时候得不偿失。楼兰是个小国，也就是个绿洲城邦，人口不过10万，兵力顶多1万，他们哪来的胆子敢扣咱们北凉的人？除非80%是大晋。宇文成都那老小子正面打不过咱们，就想在后面给咱们使绊子。我走出医馆后，外面的天色阴沉，这是我第一次赤别，但李牧之的担心不无道理。楼兰附近全是黄沙，再加上路途遥遠，真理大炮根本運不過去。若是派上鎮北軍前進，大晉必定會得到消息，趁虛而入。這是讓我頭疼了好幾天，終於有了辦法。幹活幹得好好的，怎麼叫我們到這兒了？你還不知道吧？聽說這裡的糧食不夠了，將軍這是要趕我們走。鄉親們，實話告訴你們，咱們確實難。從今天開始，工坊即將削減半數的勞動力。從今天開始，工坊即將削減半數的勞動力。但是從今天起，北涼實行戶籍制。凡是擁有這塊牌子的人，就是我北涼的子民。有了這塊牌子，每個人每月可以去將軍府供銷社，免費領20斤白麵、1斤豆油、半斤豬肉。有了這塊牌子，你們的孩子可以免費進北涼學堂讀書。有了這塊牌子，如果你們戰死了，將軍府養你們的老人，養你們的孤兒，一直養到18歲。這話一出，人群瞬間炸開了鍋。流民們哪裡聽說過有這種好事？而拿到牌子的方法也十分簡單，要麼參軍，要麼認真做工滿1年，要麼對北涼有功。此外，我還頒布了一條新規定，以後北涼所有的糧油鋪子、布莊、鹽店全部收歸將軍府所有，私人不得買賣。還推出了公票，有牌子的憑票購買物資，價格便宜。若是沒牌還想買，那便是天價。巨大的福利差，讓所有人為了那個北涼戶口去拼命，去效忠。參軍，按照這個速度，咱們的兵員很快就能擴充到2萬。但是，你是想說他們像一群草台班子？當初我剛從死囚營徵兵時，那些死囚比這些人還爛。但我知道，正是這種在朝代最底層的人，只要許諾給他們足夠大的利益，他們便願意赴湯蹈火去爭取。時間又過去1個月，這些流民經過訓練，已然成了一支軍紀嚴明的部隊。我知道是時候去攻打樓蘭了，但我沒動鎮北軍，而是帶上這2萬新兵與黑龍營精銳。為了在沙漠中運送真理大炮，我還讓公叔爺打造了一種特別的沙橇，它類似雪橇，但底板更寬，更加防線，前面用駱駝拉着，省力了不少。全軍加速！天黑之前，我要在樓蘭城下埋鍋造飯，告訴兄弟們，今晚這頓飯咱們吃樓蘭國王的。使者大人，您不是說北涼現在正被你們大晉50萬大軍圍困，自顧不暇嗎？為什麼我的斥候回報說有一支2萬人的軍隊，正朝着我們殺過來？大王不必驚慌，那不過是些流民組成的烏合之眾。那個江鼎就是個被大前朝廷通緝的喪家之犬，他來這兒不過是虛張聲勢，想要回那個人質罷了。人質？喂，小子，
你那個主子帶人來救你了。你說我是該把你煮了祭旗，還是把你掛在城頭上當擋箭牌？我要是你，現在就會打開城門，跪在地上，準備好烤全羊和美酒。大膽，死到臨頭還敢嘴硬！我有沙漠天險，有堅固的城牆，還有大晉的支持，他2萬流民能奈我何？流民，你知道我這幾天在想什麼嗎？什麼？我在算賬，算你們楼兰城能值多少錢。因為我那位老師，他從不做虧本的買賣。他既然帶了2萬人來，那就說明他要從你這兒拿走的東西，至少值2萬人的出場費。而你現在的選擇，不是殺不殺我，而是你想怎麼死？是被炸成碎片，還是被那2萬個流民撕成碎片？你，来人，把他給我吊起來，掛到城門上去。我倒要看看那個江鼎敢不敢動真的。参军，那是毕勒格，这帮畜生把他吊在风口上，这是要晒死他。別急，把這個射進城牆上的柱子。啊，這是啥？戰書？這是賬單。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他以為他是誰？大前皇帝嗎？傳令，死守！給我死守！我就不信他們能飛進來。我在城牆外一直等到日落西山，可那城門依然沒有動靜。無奈，我只能叫公叔也推來真理大炮，調試好角度後，10門炮同時形成10道拋物線，繞開城牆，直接砸到了城牆。霎時間，響起了無數樓蘭士兵的哀嚎，而阿卜杜在城牆上已然下癱在地。國王陛下，我說了，你必敗無疑。這是什麼妖法？那個江鼎，他是魔鬼嗎？大王，別聽他廢話，趁現在混亂，殺了這小子。只要他死了，江鼎就沒有理由。蠢貨，你想害死我嗎？沒看見城外那2萬個瘋子正等着借口屠城嗎？王子，不，爺爺，小祖宗，求求你，快跟那位黑阎羅說說，別打了，我給錢，那張賬單上的錢我全給，雙倍給。站起來，把城門打開，備好酒席，還有，去把你們庫房裡最好的波斯地毯鋪上，我老師不喜歡走髒路。厚重的城門緩緩打開。沒有廝殺，沒有抵抗，緊接着我便看到阿卜杜帶着文武百官跑過來，手裡捧着那張被他撕碎了又粘起來的賬單，還有庫房的鑰匙，慌忙跪倒在我面前。罪臣阿卜杜恭迎上邦天君。喲，國王陛下，您這禮行的有點大啊，早這麼客氣多好，非要我放炮，你知道炮彈多貴嗎？罪臣該死，罪臣眼瞎，瞎子，帶人去庫房，把硝石、硫磺還有那些金銀細軟都給我裝車，記住，給國王陛下留點過日子的錢，別讓人家餓死。還有，以後這座城由我們接管城防，怕嗎？剛開始怕，後來想明白了，我知道，您不會做虧本的買賣，我是您手裡的一張牌，您捨不得炸死我。聰明，既然沒死，那就別閒着了。這老小子剛才想殺你吧？現在怎麼處置？交給你了。這是我交給畢勒格的第3課育人。此時我明顯感覺他十分糾結，如若殺了他固然很解氣，但殺了他樓蘭就會亂，北涼還要分兵來管理這個爛攤子，實在不划算。畢勒格思索一陣，最後還是決定拿出短刀架在了阿卜杜脖子上。阿卜杜，我不殺你，你依然是國王。謝王子，謝殿下。但是從今天起，樓蘭不再是大晉的附屬，而是北涼的特區。你要把所有的硝石礦都交出來，你要幫我們修一條直通虎頭城的商道，你要讓你的子民去買北涼的貨物，作為交換，北涼會保護你。誰敢動你，就是動北涼的錢袋子，不管是大晉還是大錢，都得問問我們的真理，答不答應？狼崽子，你出師了！這筆買賣做得漂亮，傳令全軍休整1夜，明天一早
帶着咱們的戰利品回家。當晚，樓蘭城的王宮裡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慶功宴，2萬名北涼新兵吃到了這輩子最好吃的手抓羊肉，喝到了最烈的葡萄酒，他們體會到了勝利者的感覺，對我也更加臣服。但宴會進行到一半，一只信鸽忽然飛到我面前，我取下信鴿上的信筒，才知道這是李牧之發來的加急文書。宇文成都前鋒已至黑水河，大軍压境速歸。参军，你在看什麼呢？哦，沒什麼，繼續吃。說吧，怎麼回事？夫人，這小子欺負人，他吃了我的豆腐腦不給錢，還說他是黑龍營的英雄，吃我的是給我面子，還把我的攤子給掀了。放屁！老子是沒錢嗎？老子給的是公票。这老小子說公票是廢紙，非要現銀，老子一氣之下才動的手。再說了，老子在前線拼命，回來吃口豆腐腦怎麼了？二狗，黑龍營軍規第17條是什麼？不得擾民，不得强買強賣，违者杖责20，罚没當月軍饷。那你背得挺熟啊。公票是咱們北涼的臉面，他拒收，那是他對咱們沒信心。你可以報給市管會去查封他的鋪子，去教育他。但你動手掀攤子，那就是流氓行徑。咱們北涼是要爭天下的，不是當土匪的。來人，二狗，杖责30，把他的名字掛在恥辱榜上，3天不許進食堂吃肉。至於你，北涼境內公票及銀票，你拒收公票，罰款5兩。但這5兩銀子賠給二狗治傷，各打50大板，都服嗎？服了，服了。夫人，門外又有人敲鼓。今天都第幾個了？讓他們進來吧。咦，有這麼多人生病嗎？神医，我家閨女最近老是想吐，是不是有了？大娘，您闺女那是吃撑了，回去少吃点肉就行。不過我看您闺女这面相，那是旺夫啊。咱们黑龙营有個叫鐵柱的百夫長，單身人老實，每個月饗銀5兩，您要不要考慮考慮？真的5兩？借，必須借。黃神醫，你這是治病呢，還是拉皮條呢？夫人，這您就不懂了，這叫綜合治理。咱們這虎頭城現在光棍太多了，那幫黑龍營的小子手裡有了錢沒處花，荷爾蒙精力沒處發洩，容易惹事兒，像二狗那樣。而這些流民家裡呢，窮得叮當響，就想找個靠山，這不正好配對嗎？正好今兒個是初一，咱們搞了個相親大會，夫人要去指導指導工作嗎？都愣着幹啥？上啊，郎九！你平時殺人不眨眼，怎麼現在連句話都不敢說？那個，俺叫郎九，俺殺人很快的，真的，一刀斃命不疼。俺殺人很快的，真的，一刀斃命不疼。跟姑娘說話，要說你會疼人，不是說你會殺人。妹子別怕，他雖然看着兇，但他每月的饗銀都存着沒動，還在城裡分了一套磚瓦房，這銀簪子是他攢了3個月才買的。俺會做飯，也會縫補衣裳。成了，我有媳婦兒了。我也有房，我有豬2頭。這才是根，有了家，有了老婆孩子熱坑頭，這幫野狗就會變成看家護院的忠犬。當大晉的軍隊再打過來的時候，他們會因為想守護這來之不易的小日子，他們會自發的把敵人的腦袋擰下來。這是走錯地兒了，瞎子，咱們是不是走到桃花源了？參軍，您可算回來了。這是咋回事兒？沒咋回事兒，就是給你這幫只會殺人的兄弟找了個家。聽着趙樂的話語，我頓時明白一切。今晚虎頭城的燈火比天上的星星還要亮，但這溫馨的燈火之下，我卻知道宇文成都的大軍已經到了黑水河對岸。明天或者是後天，這片剛剛建立起來的樂土
就要迎來他最殘酷的考驗。這次西征帶回來的硝石共計5萬斤，折銀3萬兩，硫磺2000斤，折銀500兩，黃金2000兩，白銀1萬兩。嫂子，這是飯桌，不是賬房，這肉都要涼了，咱能不能先吃飯？急什麼？賬不对。你從樓兰王宮裡搜刮的東西，應該不止這些吧？我記得清單上還有1箱子西域寶石，哪兒去了？那個，可能路上顛簸，掉了吧？掉了？那我怎麼聽瞎子說，你把那1箱子寶石私下裡分給了那2萬個新兵當獎金了？那不是為了鼓舞士氣嗎？那幫小子第一次出遠門，不給點甜頭，下次誰還跟我去拼命？那你也不能不入賬啊！下不為例。得嘞，听嫂子的，吃肉吃肉。多吃點菜，在沙漠裡沒吃過綠葉子吧？謝謝將軍。別叫將軍，在家裡叫大伯，叫他大娘叫我叔。為什麼？什麼為什麼？你現在是我徒弟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，懂不懂？雖然我不想當你爹，但輩分不能亂，趕緊叫人。今天的燈光好暖，紅燒肉也很香。這裡比那只有勾心鬥角的金戰王庭好多了。大伯、大娘、叔。哎，這就對了嘛，以後就是一家人了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你那份工錢我就不給你發了啊，反正你也花不着，我幫你存着娶媳婦兒。我就知道你又想貪我的錢，大娘，你看他。好了好了，钱我單獨記賬，你叔動不了。放心吧，等你娶媳婦兒的時候，大娘給你把咱們北涼最漂亮的姑娘挑一個。江鼎、宇文成都的大軍已經在黑水河對岸紮營了。我知道。怕嗎？怕個球！將軍，等這頓飯吃完了，我再給你說說我的計策。將軍，聽我的，在這兒，就在這兒埋上500斤炸藥，等大晉的前鋒一路投，保證炸得他們親媽都不認識。講完了嗎？講完了。怎麼樣？這計劃是不是很完美？這叫半渡而擊。是很毒，也很狠，但是沒用。沒用，將軍，您別瞧不起火藥啊，那威力您是見過的。我不是瞧不起火藥，我是太了解宇文成都了。宇文成都是大晉名將，不是莽夫。上次在黑風口吃了你地雷的虧，在碎葉城又吃了你火炮的虧，你覺得他這次還會像傻子一樣一頭撞進這種明顯適合埋伏的淺灘嗎？那他走哪兒？總不能飛過來吧？他會走這兒。落鳳坡那地方地勢高，水流急，不適合架浮橋啊。正因為不適合，所以才安全。宇文成都在賭我們會在淺灘設伏，賭我們會把所有的重火力都集中在好走的地方，所以他會反其道而行之。他會利用今晚的大雨，在落鳳坡強行架橋。一旦佔據了高地，他的重弩就能居高臨下，壓制我們的火炮陣地。到時候，他的50萬大軍就能如洪水般傾瀉而下。如果真如李牧之所說，那我在淺灘埋的那些炸藥就成了擺設，而北涼的側翼將完全暴露在敵人的屠刀下。那咱們趕緊把炸藥挖出來，移到落鳳坡去。來不及了，江鼎，你太依賴那些奇技淫巧了。火藥也好，陷阱也罷，那是術，但打仗講究的是勢。既然他想走高地，我就讓他走。傳令，前軍變後軍，後軍變前軍，黑龍營不動，作為預備隊，讓步兵營扔掉所有的重盾，只帶橫刀和短矛，立刻出發，前往落鳳坡下方的蘆葦蕩埋伏。記住，是埋伏，不是阻擊。沒有我的將領，就算敵人的刀架在脖子上，也不許動，不許出聲。我要放他們進來，放滿5000人，再關門。